Hello，歡迎大家收睇金金貓模型。唔使多講，全世界中意高達模型嘅朋友，就算唔買嘅，咁但係都係會有興趣嘅呢一盒高達 RG 2.0。我覺得呢一盒 RG 高達2.0先至係 Bandai 本年嘅年度大作啊！咁我係訂㗎嚇，價錢就係238蚊。最初 Bandai 公佈推出嗰陣呢，好多朋友都話：喂，又出元祖高達！但係呢幾日呢，好多人都改晒口㗎啦。毒啊、真香啊、必買啊，都講晒出嚟㗎啦。咁睇得出初代高達，就算過咗45年後嘅今日，大家仍然都係對佢愛不釋手嘅。如果有朋友係有收睇本頻道上一集嘅內容，今集我就會順手將呢一個評價非常唔錯嘅 GTO 版高達呢，同呢一個啱啱出嘅 RG 2.0作一個外形同埋可動比較嘅。RG 2.0嘅組裝過程，相信大家係會有興趣收睇嘅。咁至於 GTO 版高達嘅組裝重點呢，有興趣嘅朋友可以撳上面嘅連結收睇嘅。不過首先都要簡單開箱俾大家睇睇。元祖高達就冇大型嘅背包設計㗎啦，武器亦都非常簡單。咁流星錘嗰啲 PB 限定呢，就唔好提啦嚇。呢一盒模型總共係有10塊板件嘅，呢幾塊就係骨架部分嘅零件啦，而且係有2款顏色嘅。官方表示係想令骨架突出金屬嘅材質同埋陰影嘅效果。近年新推出嘅 RG 好多外甲件都有做隱藏式水口㗎啦。今次白色件、黃色件、藍色件，甚至連紅色嘅件都有做隱藏式水口嘅，接近90成嘅件都有㗎啦。簡單開箱就嚟到呢度啦，即刻砌俾大家睇睇啦。RG 高達 2.0， 我差唔多用咗2日時間嚟組裝。簡單嘅滲線同埋磨件就搞掂啦。組裝體驗方面 ，Bandai 令我覺得佢又將 RG 系列嘅模型提升上另一個高度啊！之前睇官方嘅介紹圖，都知道呢個高達嘅分件數量一定係會多，但係始終都係要自己親身砌過呢先知道答案嘅。希望以下嘅分享會令大家感受得到呢一個 RG 2.0係有幾優秀啦。首先俾大家睇一睇頭部嘅分件啦。好多朋友都想知零件究竟係有幾細呢？攞個1毫紙嚟比一比啦。呢2件白色零件部分位置嘅黑線，大家要考慮加深啊。當然唔滲線嘅朋友可以無視佢啦。RG 2.0嘅頭部係完美分析㗎啦。平時高達嘅雙眼呢， Bandai 都只係會生產1件透明件俾大家，再上貼紙嘅。今次咧就做咗分件俾各位啦。前後監視器同埋出風位都唔使好似 HG Origin 版咁樣一樣要保色嘅。頭部嘅組裝過程亦都係成盒高達 2.0 最簡單嘅其中一個部分。咁大家都知啦，呢一盒 2.0 嘅最大敗筆就係兩邊頭部火神炮完全出唔齊啊！點解會係咁樣設計呢？官圖唔係咁樣嘅喎，額頭甲就冇咩問題喎。我呢一個眼部就比起平時嘅位咧更加入嘅。比較一下2個版本頭部嘅分別啦。我覺得 HG Origin 係好啲嘅，可動方面大家都差唔多啦。RG 2.0 新設計咗一個可動嘅頸部，就係呢一件，令到 RG 2.0嘅頭部有更加多向上仰望嘅角度啊！原本 Origin 版嘅仰望呢都好勁噶啦，而家 RG 2.0又超越咗佢。每一集高達動畫主題曲，高達飛出嚟嘅經典 pose， 2個版本都比較一下啦。呢啲就係身體上半同埋下半部分嘅分件，其中一個組裝重點就係呢2件骨架合拼嗰陣呢，要注意落到最底呢會聽到咔一聲嘅，咁先係成功，之後先至可以轉得到落嚟嘅。我喺未砌之前，其實係花咗啲時間去睇一睇 Bandai 會運用啲乜嘢新技術呢，喺呢一盒 RG 2.0裏面嘅。呢一張就係 1.0 同埋 2.0 嘅骨架對比圖啦。
咁經過咗14年啦，咁睇得到由1.0進化成2.0，成個機械人嘅內部結構咧出咗嚟啦。當然我就唔係乜嘢機械專家啦，咁對於網頁解説嘅內容，例如半單體嘅環造結構，我自己就完全唔明嘅。不過我感受得到身體上半部分嘅骨架機械細節係比起其他 R 更加複雜嘅，而身體下半部分嘅骨架零件係比較少嘅。如果係 H 版，最多都只係得幾件外夾件加一粒 PC 膠嘅啫。最重要嘅一個核心就係高達嘅核戰機啦。呢一啲就係分件，因為有朋友向我反映過呢，都係中意我每一部分都拍攝俾大家睇嘅。嗱，不過我咁樣做呢，就真係好花精神同時間。咁希望大家呢一刻就唔好再猶豫啦。咁俾我一個 like 同埋分享俾有興趣嘅朋友收睇。如果再鼓勵一啲嘅，咁睇完呢段影片隨緣俾我 Super Fans， 我都會非常開心噶啦。呢個外形設計，大家係咪好懷念啊？核戰機亦都係高達2.0嘅重點，咁變一變形先。佢嘅核心區域增設咗可動軸嘅新設計，咁同高達合體之後，身體有更加多嘅可動。咁樣向前彎得到，係咪好勁啊？向後亦都得嘅。再將高達 Origin 版嘅外形同埋可動作一個比較先。H 版就冇核戰機嘅設計。RG 2.0嘅駕駛艙可以上下打開嘅。咁而背脊咧都有一個新鎖定嘅設計嘅。1.0版就冇啦，令到上半身同下半身嘅連接係更加穩陣嘅。嗱，好似我咁樣搖咧，都唔會話甩咗出嚟嘅。擺 pose 亦都多咗好多自由度。呢啲就係腰部嘅分件啦。RG 骨架呢啲位裝咗外夾之後，其實係睇唔到嘅。例如一啲螺紋同埋螺絲啊。嗱，雖然係膠件啊嚇，咁但係我覺得 Bandai 對於呢個 RG 2.0嘅設計係非常有心思嘅。至於呢個腰部嘅組裝，就同其他同款嘅 RG 高達模型系列係差唔多嘅。RG 版係完美分析。另外啦，同 H 版有啲設計上嘅分別嘅。咁例如黃色嘅方形零件啦，裙甲嘅可動配合埋大髀作一個比較嘅，大家都差唔多。接住落嚟就係腳部嘅比較啦，大家可以見得到 RG 版本嘅腳部外形，我用3個字形容嘅啫，冇得輸啊！我亦都喺 RG New 同埋 High New 高達嘅影片裏面講過。如果想知道嗰一盒 RG 分件優唔優秀嘅，第一件事就係留意腳部嘅分件啦。元祖高達嘅外形設計已經係眾多高達之中最簡單嘅，始終係初代啦，咁亦都係最多人熟悉嘅日式機械人啊。咁我曾經問過一啲女性朋友呢，佢哋都好快答得出呢個機械人嘅名嘅。咁可想而知，初代高達嘅人氣程度係接近全球化噶啦。咁唔知道大家有冇睇過1979年播放嘅呢一輯高達動畫呢？嗱，當年播放嗰陣我都未出世，咁而我欣賞呢一套動畫嘅時間就係2000年啊，買 VCD 睇，大約9集一隻碟嘅。嗱，我都想問一問大家，喂，有冇朋友係曾經喺80至90年代之間租錄影帶睇嘅呢？係咪一盒2集啊？租一盒錄影帶有幾多錢啊？嗱，我估年紀比較細嘅朋友咧，都未見過 VHS 錄影機嘅。嗱，咁我都勸一勸各位仍然有錄影帶嘅朋友，咁例如結婚啊、小朋友出世嗰啲咧，最好就係將呢啲珍貴嘅影像咧數碼化，因為磁帶係有機會發毛嘅。嗱，特別係香港嘅天氣比較潮濕啊，我自己10幾年前就做過一盒錄影帶轉換嘅，頭5分鐘基本上係報廢咗噶啦。咁好彩最後咧都幫到人將其餘嘅內容數碼化嘅。當然而家世界上都係冇一樣儲存裝備係可以永久保存資料嘅，所以大家有時間最好就將自己嘅回憶得閒拎出嚟回味一下，
真係發現有問題，都可以即刻揾方法補救啊嘛。今次 RG 2.0嘅骨架組裝方法，好多時候咧都係要扣實之後向上或者向下扭嘅，咁都幾特別嘅。咁亦都同時試一試腳部嘅夾緊啦，裂夾嘅狀態，好多款 RG 都有啦。今次機會難得啊！咁除咗比較 HG 高達之外，亦都比較一下 RG New 同埋 RG High New。我覺得呢盒 RG 高達 2.0 嘅腳部設計同 High New 係一樣嘅，機械設計嘅連動效果係達到藝術級啊！呢兩件零件圓形外夾，如果有玩過 RG 1.0 嘅朋友都知道係會成日甩嘅，而家呢，就改為裝咗入去，再扭實就唔會甩啦。絕對空虛腳係非常穩陣嘅，腳尖都有可動嘅角度。兩個版本嘅腳掌底部都有唔同，2.0係有做分件，擺翻一個高達第一次用激光劍貫穿渣古身體嘅 pose 啦。嗱，我之前係有砌過 RG 渣古嘅，不過跌件問題都幾嚴重。咁我希望 Bandai 會喺不久嘅時間公佈推出渣古 2.0 啦。另一個驚喜嘅起身 pose， 嗱，大家可以睇得到 RG 版配合埋其他身體部位嘅連動，動作係自然好多嘅。最後再睇一睇下跪嘅 pose 啦，我自己就比較中意 RG 嘅效果嘅。嗱，我做呢個 pose 嗰陣呢，曾經出現一個情況，就係大髀同埋腳部嘅骨架連接係分開咗嘅。嗱，好彩就唔係爛咗。咁問題出喺邊度呢？嗱，咁我放本說明書，大家會清楚一啲啦。應該就係 G25同埋 I28作連接嗰陣呢，兩件合起嚟，跟住再撳實呢個位呢，將 G25拉落嚟。嗱，呢個步驟我係有啲吃力嘅。咁因為我手指粗啦，唔係太容易撳得到嗰個位嘅。我唔知道係咪兩件零件合埋嗰陣呢，插得唔夠入啊，咁導致我擺下跪 pose 骨架分開咗。嗱，呢一點大家砌嗰陣呢，或者要留意一下啦。手部嘅比較當然唔可以少啦，始終都係 RG 版本嘅外形同埋細節更為精細嘅。嗱，呢啲就係手部嘅分件啦。我又做問題少年啦，咁啊繼上一集嘅 HG Origin 版高達，再加呢個 RG 2.0 高達，我嘅人生就淨係砌過兩款高達嘅啫。元祖高達模型大家都知道所有比例，即係乜嘢 PGU 啊、MG 啊、HG 啊、EG 啊、version 卡等等啊嚇，咁我估都應該超過20款噶啦。我想問一問，有冇師兄真係每一款嘅初代高達都係有買翻屋企砌嘅呢？邊一款令你印象非常深啊？甚至直到而家都仍然係你視為最出色嘅元祖高達模型呢？如果可以，不妨留言同大家分享一下你心目中無可取代嘅高達模型版本啦。但係記得最緊要禮貌咁樣交流啊！緊握拳頭同埋手部嘅旋轉，兩個版本都冇問題嘅。RG 2.0 嘅手腕部分就多咗咁樣嘅可動。膊頭甲方面 ，HG 版係冇任何可動，而 RG 版除咗可以提起之外呢，前後膊頭甲亦都設計成可以獨立打開嘅。呢一個雙手揸槍嘅 pose 最能夠顯示兩者嘅分別啦。雖然 HG Origin 版都可以擺得到呢一個姿勢嘅，咁但係激光槍其實係拉得唔夠直嘅。不過可能係我擺 pose 擺得唔好啦。RG 版就自然好多啦。咁因為呢一件位於膊頭甲嘅灰色接駁件啊，咁個窿呢係設計成擁有可以選擇兩段高度嘅橢圓形啊。大家睇咩到啊？所以手臂連肩胛係會有更加多嘅可動嘅。手型就有單一嘅右手揸槍手啦，一對拳頭手，一對開窿手，同埋一對開掌手嘅。咁樣揸激光劍嘅 pose， 邊一個版本你會較為中意啊？最可惜呢，就係彎曲嘅激光劍特效件啊，
又係 Premium Bandai 啊！背包嘅比較，外形設計都係 R-Z 比較優勝嘅。可動方面，R-Z 版嘅背包由於有可動嘅角度，令到高達可以做到準備出劍嘅狀態。好多時候，如果要將火箭炮放喺膊頭上面，背包嘅激光劍咧總係會頂住嘅。HG Origin 版就一定頂㗎喇，而 R-Z 版嘅激光劍位咧係可以向下拉嘅喎，令到高達可以好輕鬆托住呢支火箭炮啦。咁亦都砌埋背包同埋武器嘅分件啦。1毫子再度出場啦，有興趣就撳停睇清楚。呢一盒 R-Z 高達 2.0 有啲零件太細件啦，咁有朋友擔心自己因為有老花就冇辦法完成。嗱，砌到呢一刻，其實我都覺得佢嘅組裝體驗係比較高階嘅。咁如果一直冇砌開 R-Z，想買嘅朋友真係要諗清楚。武器嘅分件亦都非常簡單，兩個版本嘅成型式就差唔多。光束槍 HG Origin 就有2把嘅，咁因為有分前期同埋中期型啊嘛。而 R-Z 2.0 因為係跟45年前嘅高達動畫，所以只係得1把嘅啫。火箭筒就多咗新出同埋新入嘅可動。盾牌兩個版本都有相同嘅地方，可以咁樣裝喺手臂上面嘅。R-Z 2.0 嘅最大分別，佢嘅手型係可以直接將盾牌好似咁樣向前揸嘅。嗱，估唔到呢個盾牌咧，同 HG Origin 版有咁多分別嘅。除咗分件比較多之外咧，咁亦都可以裝埋激光槍同埋劍柄。雖然外形設計上大家真係差唔多啊，咁但係盾牌後面嘅內扣絕對係 R-Z 版嘅層次比較多嘅。我估好多朋友都係中意元祖高達嘅武器，因為夠簡單啊嘛。嗱，而家新推出嘅高達咧，好多武器都令人摸不着頭腦嘅。咁例如突擊自由極嘅頭部武器啦，完全係違反真實係機械人嘅定律嘅。咁當然呢高達嘅浮游炮都會有人挑戰㗎，甚至獨角獸嘅以身相許擋衛星炮咧，都係有啲神化咗。所以可以解釋得到嘅，點解咁多人中意元祖高達呢？因為真係軍事向真實一啲啊嘛。呢一盒 R-Z 2.0嘅組裝過程就完成啦，咁亦都再擺一啲 pose 俾大家睇睇啦。雖然今集係 HG Origin 同埋 R-Z 2.0作一個比較影片嘅，但係我相信大部分朋友都係因為 R-Z 2.0而收睇呢一段影片嘅。嗱，咁我希望大家可以喺呢一段影片裏面咧，感受得到 R-Z 2.0嘅質素嘅關節真係好好扭。至於 HG Origin 版外形細節同埋可動以及組裝體驗咧，亦都唔差嘅。簡簡單單，唔使太多時間砌，就可以擁有一隻同樣高質素嘅1:144元祖高達，絕對係值得。咁希望 Bandai 真係考慮將而家運用喺 R-Z 高達 2.0 裏面嘅技術，用喺其他舊嘅 R-Z 上面，推出一啲新版本，改善一下舊版本嘅缺點啦。例如頭先我講嘅渣古啦。至於會比較推薦邊一款元祖高達嘅模型俾各位師兄呢？如果你係有老花又冇乜嘢時間去砌模型嘅朋友，我係極不推薦呢一個 R-Z 2.0嘅。咁如果大家有留心頭先嘅組裝過程啦，真係唔容易嘅。我可以好肯定，如果只係為咗追新款模型而又少砌高達模型嘅朋友，你一定係會中途放棄，放床下底，然後刪績噶啦。除非你砌多幾款近代推出嘅 R-Z 模型，例如神高達同埋艾比安，有咗經驗之後再砌呢個元祖高達會容易好多嘅。咁因為我最近先至砌 R-Z New 同埋哈 New 高達啦，嗰兩盒模型我係砌得好舒服嘅。咁但係呢一盒 R-Z 2.0，我係砌得好辛苦嘅。反而我係會推薦呢一個 GTO 版高達俾各位又老花又冇時間砌模型嘅朋友，因為真係相對簡單啊，而且可動同埋外形亦都唔會輸俾呢個 R-Z 2.0嘅。咁希望呢段影片幫到大家啦。今集就嚟到呢度啦。中意呢一段 HG Origin 對 R-Z 高達 2.0 嘅分享影片，記得俾我一個 like 同埋留言講下你嘅感受。最好當然係分享俾有興趣嘅朋友收睇啦。
仍然未訂閱嘅朋友，希望你會訂閱我呢一個頻道啦。好，下集再見。